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专注于加拿大移民政策和移民话题的新频道。今天10月7号啊，哈马斯恐怖组织呢，趁犹太教最大节日赎罪日呢，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恐怖分子啊，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了数千枚火箭，还派出武装人员啊，从勒海空3面突破重重防线进入以色列境内。那这场袭击啊，造成两国数百人死伤，是多年来对以色列最严重的一次袭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代表加拿大政府啊，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些可怕的攻击，并重申坚定以色列根据国际法维护自卫的权利。他说呀，我们目睹了画面啊，令人恐惧和震惊。随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充分认识到这场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呢，我们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我们为数百名无辜生命、无辜丧生感到痛心。我们呼吁啊，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人，并要求按照国际法对待他们。我们将继续密切监视形势，并与国际伙伴保持联系，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保护平民生命。对于我们的以色列朋友啊，加拿大人与你们站在一起，加拿大政府随时准备支持你们。我们对以色列人民的支持坚如磐石。截至目前啊，以色列统计自己有2600多人死伤，还有数百名各国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被抓走，成为哈马斯恐怖分子的人质。加拿大政府强烈谴责这些可怕的恐怖袭击行为，重申对以色列合法防卫的支持。一些加拿大公民呢，因为战争滞留在以色列加拿大驻以使馆呢正在全力提供紧急领事援助。加拿大政府呢更新了对以色列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旅游警示，目前建议公民啊避免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如果已经滞留在当地，应该限制行动，注意安全，并遵守当地政府的指示。加拿大政府建议加拿大公民啊避免前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具体的原因啊是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仍然非常危险。具体来说呢，加拿大政府建议加拿大公民避免前往以下地区加沙地带。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他们之间的冲突啊还在持续不断，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呢是极为危险的。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包括戈兰高地、以色列边界附近的武装活动呢，使这个地区呢也极为危险。与埃及接壤的地区，靠近埃及边界5公里内的地区不稳定，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那与黎巴嫩接壤的地区呢，黎巴嫩边境地区呢也存在军事活动约旦河西岸这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呢也不可预测。加拿大政府还提醒加拿大公民这个在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生了火箭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那么由于安全局势的变化国际大型航空公司暂时暂停飞往了以色列的航班，所以加拿大政府呢建议加拿大公民在前往这些地区之前仔细考虑安全风险，并与加拿大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或加拿大驻拉马拉代表处呢联系，以获得最新信息。那么如果一些加拿大公民在前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时呢，可以采取如下的安全措施。你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安全局势，并且随时准备改变行程，那避免前往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要保持警惕，注意周边环境，不要携带贵重物品。那在紧急情况下立即联系加拿大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或者加拿大驻拉马拉的代表处。好的，这就是哈马斯全面袭击以色列之后加拿大政府的反应和旅行的提示。谢谢大家收看。加拿大101呢是宋时新语的新频道由于原来频道呢我们专注于科普类节目，所以重开一个讲述其他内容的 YouTube 频道，希望大家呢多支持、订阅、转发和关注并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次再见，拜拜。